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，欢迎收看《主望云霄》。美国学者都看出来了，中国不会为满足贸易协议而购买美国货。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，中国和美国正以多年来最快的速度向对方运送货物，使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看起来更加紧密。中国今明2年采购了数百万吨的美国农产品，而美国消费者购物的花费也创下了历史新高。中国企业购买更多的商品，以履行2020年中美双方贸易协议的条款；美国企业也购买他们在别处无法获得的商品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家庭需要。而这部分正是由美国政府数万亿美元的刺激措施而推动的。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副总裁乔纳森说，由于美国的需求强劲，正在向中国采购越来越多的商品，进出洛杉矶港口的价值2590亿美元的货物中，几乎一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贸易。特朗普政府原来强加给中国商品的25%的关税，其实有94%正被传递给美国的消费者。美国贸易代表戴西称，中美双方贸易关系不平衡，而美国财长耶伦也承认，中美贸易协议没有解决美国与中国的根本问题，前景不容乐观。美国专家鲍恩认为，更为严重的一点是，中国正在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。如果中国真的购买了更多的美国商品，那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已经认识到，单靠政治意图阻止或者转移国际贸易方向的难度太大，中国未来可能根本就不会在贸易上对美国让步。中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硬气呢？因为经过一场新冠疫情之后，全球战略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，而这一点美国的一些政客可能还没有意识到。虽然中国仍然在尽可能的落实采购更多美国产品的承诺，但是中美贸易逆差不是变小了，反而变大了。美国强加给中国的关税，后来呢又都被中国加给了美国的消费者，美国还不得不买，甚至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。由于新冠疫情，中国一国供应全球，美国只能大量购买中国产品，而且中国涨价了也得买。美国为了应对通胀，也只能购买更多的相对廉价的中国产品，因为中国产品和其他国家的同类型产品相比更具竞争力。即使是美国加了关税，中国的产品涨价了，我们依然是属于物美价廉的供应方。美国为了经济复苏，甚至有意进一步扩大对华产品进口的趋势。由于人民币升值，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将会更高，而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时的购买力也就会越强。美国现在急于与中国对话，无非呢就是让人民币贬值，让中国能购买大量美国商品，或者呢是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。对中国来讲，因为自己的产业链更健全，疫情控制得更好，出口形势呢可以说是一片大好，根本就不可能对美国让步。现在拜登政府不得不承认，特朗普时期对华贸易的政策已经失败。从中国的角度来看，如果美国不解除对华高科技制裁，那么双方就不能以一个合作的态度来会谈。中国完全可以不理会美国的诉求。中美两国之争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国力之间的较量。通过新冠疫情，美国已经暴露出来了一系列的问题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他要想和中国进行抗衡，恐怕手中拿到的牌已经越来越少了。那么无论今后是打政治牌、经济牌、军事牌还是科技牌，他都要掂量掂量手里还有几张底牌。好，
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